坦白讲，我觉得不太好按，因为你要按到很深，你的左手的手指的位置，你要在很下面。但你在很下面的时候，其实你用力的时候，你这个整个耳机就会。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开箱一款我觉得造型是非常独特的，音色也是非常特别的 Sony 真无线蓝牙耳机。那就是他们家 Linkbus 系列的这个 WF-L900。那这个系列其实它已经出了有1年多了啦，所以不算是一个最近期的开箱。那同时这个系列它还有出一款入耳耳塞式的降噪耳机，叫做 LS900N。但是呢，这期呢，其实我不会这两个产品一起讲，因为那时候我体验下来，我觉得 LS900N 呢，它更像是这个1000 XM4， 就是旗舰的降噪耳机的这个低配版，就是 LS900N 跟这个1000 XM4， 我觉得它算是同一个产品线的。但是呢，这个 L900， 我觉得它算是一个独立的产品，我们必须独立的来看待它。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我这次的视角啊，怎么就是跟以往都不一样？以往都有人入镜，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真无线耳机啊，小东西的一个评测了。所以我觉得这种产品的评测，也许大家更想看到的是产品近距离的一个外观的质感啊、操作啊。那有没有人出现，也许就不是必要。那也算是一个尝试。所以这种以后小东西，我们也许用这种多机，然后近距离的拍摄，给大家看看产品的各种不同的面向。好，那关于这个 L900 的开箱，其实台湾索尼啊已经有请一位正妹，就是拍完它的一些基本操作，所以大家可以如果要看基本操作，其实可以先看一下台湾索尼的影片。那其他 YouTuber 有讲说它一些佩戴感。那我的话，其实依照以往的惯例啊，就是我会去分享一个它的音色的 EQ 的调整，以及一些使用的关于续航啊、关于佩戴感的一个感受分享。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音色调整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看网络上的一些关于它的分享，就会觉得说它的低音可能没有到那么强，或者它的音色来讲就是没有那么的吸引人。但我觉得是因为它预设的这个音色啊，L900预设的音色真的太平淡了。如果你经过调整之后，它还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声音的。好，那我们接着赶快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个的外观哦。首先 L900 它的这个电池仓呢，可以看到它的整个重量非常轻哦，35克，35克，要加上它的两个耳机，单个耳机只有4克，加起来基本上不到45克，就非常轻，拿在手上基本上没有重量的感觉。然后这个呢是它的正面是它的一个算是开箱的钮，以及上面有一个指示灯，然后背面 Type-C 的充电，然后这个蓝牙配对键。开盖的话，其实我觉得你拿的姿势来讲，因为你单手拿的话，你开盖的时候它是不会自己跳起来的，就你按下去，你其实需要左手去拨一下。那如果你要让它自动跳起来也可以，但是你就是要坦白讲，我觉得不太好按，因为你要按到很深。但是你按到很深的话，其实你的左手的手指的位置，你要在很下面。但你在很下面的时候，其实你用力的时候，你这个整个耳机就会。有点像喷出去的感觉，因为它的这个材质其实也说摩擦力来讲，并不是很有摩擦力，所以你真正在开盖的时候，我觉得你单手开盖的话，你手是会扶到上缘的。你手扶到上缘的话，那你还是要左手去辅助开哦。那讲这个只是说，有些人他喜欢开盖，就是一定要那个一按下去，然后它整个会弹起来这样。那就像有些人他用那个看那个打火机或什么的结构，就有些人喜欢这样，但我觉得。如果你要安全一点的话，就2只手，然后按住，然后把它打开。那看到它的整个耳机的结构之后，把大家拿出来，一直把它放中间，然后一直把它放在旁边，然后它的电池仓的部分。那当然，如果你第一次使用的话，你是不需要去做配对的，你就拿起来，拿你的手机点蓝牙，就看到设备。但如果你是第2次配对的话，你就需要就是耳机拿出来之后去按这个。就是你开盖之后去按这个蓝牙配对钮，但是这个的话基本上就台湾索尼的影片都有录了，那就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台湾索尼精心录制的这个影片。
那接着呢，我们来讲一下它的耳机的结构。首先中间这个就是它的整个的背面，然后它的中间的通气孔。然后呢，如果右边的话，这个就是它整个单体朝向耳侧的一个配置。这边就是发声的单体，那上面就是充电的接座，以及呢，在它上面呢有一个算是有点像矽胶材质的耳挂。那 Sony 呢，他们也有一个这种官方的影片，在于说这个耳机到底要怎么戴到耳朵才是正确的。但我建议大家就是，你虽然看 Sony 的影片啊，但是实际上的体验你还是要就关于这个耳机要怎么戴，我建议大家就是你到体验的门市，然后你用你自己觉得最舒适的。简单讲，我觉得要把握一个重点原则，就是说它这个面啊，要朝向你的耳朵的耳道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最核心的精神。那其他话我觉得都还好，因为官方的影片其实我戴的时候，我这个矽胶耳挂，我怎么样我都是挂不到我耳朵里面的。就我不管用了大号、小号、中号，就是各种尺寸，我就是挂不进去。那我觉得每个人耳朵的形状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其实是没有一个绝对说怎么样戴就是对，怎么样戴是错的一个方式哦。那我也觉得你在试这种耳塞式耳机或这种比较特殊造型的耳机的时候，找到一个对的戴的方式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你戴舒服的方式，你听到的音色才会是正确的，就是你这样再去调才比较有，就是如果你光你戴着都很不舒服，然后整个戴的过程都很卡的话，那我觉得这种耳机的形状就不太适合你了。那你用着它听音乐肯定也不会多舒服的，就算音色再好听，有时候耳机戴起来我觉得那个异物感或者是整个戴起来很不舒服，我也不会想要一直听。好，那这个是我对耳塞式耳机的感想。所以我们看到基本上结构很简单啦，然后它的这个白色其实也不是真的纯白，它有加上一点那种很像蓝莓紫的那种感觉哦，就是这个也许大家那么远看不出来，但是用微距镜头拍比较能呈现。好，那看起来其实它的整个外观讲完，规格的话，它的蓝牙是 5.2 版本，但是它的这个蓝牙协定只支援这个 SBC 还有 AAC 的编码。然后接着呢，我们讲它的一些这个操控以及听感的分享。操控的部分，基本上你戴上它了之后，它比较有趣的，我要讲一点，就是它有这个所谓的广域触控感应。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一般的这种，假如说1000XM4 或者是它的一些耳塞式的耳机，它可以按照就点它的背面，它就会有一个感应的动作。假如说点2下是暂停，它点1下是播放。但是像这款 L900 的话，你去点它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会动到，像它那么轻，你点它一下，你在耳朵位置就会跑了嘛。那跑的话，其实你整个音色又跑了，或佩戴感又觉得不舒服。所以它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就是说你可以点你的脸颊，假如说你点你耳朵的下方，或者是点你耳朵的前方，它就可以感受到你是在点它，然后会做出相对应的动作。这个功能我觉得是一定要打开啦。然后我试的时候也是觉得蛮不错的，只是说力道上要注意，就是如果你点太轻的话，你点太轻，它可能没有反应，就你可能要用点力道，它才会感应这样子。那第二个呢，在于说，我觉得还要设定它的一个因为这边要讲到它的一个手机的画面，那我觉得我要把这个耳机放过来，然后右边呢就请我们同事去做这个，他可以把他的整个的耳机的 APP 画面操作给大家看。就我觉得基本上你要开启它的一个对话感应模式啊，就是一般的，我觉得 L900 它戴起来比较舒适的原因有2个，一个就是它真的比较透气，因为你看它耳机的中间它有一个通气环嘛，那它这个通气环呢，我觉得第一个透气，第二个就是说你戴着它你不播放音乐的时候，基本上你听到的声音就跟你没戴耳机是一样。你今天用那种耳塞式耳机啊，用那种耳罩式耳机，你不播音乐的时候，其实它的隔音感也是很重。那更不用讲说像 Sony 他们家的降噪耳机啊，如果你今天你不播音乐，你一样开启降噪功能的话，其实那个降噪的效果是非常厉害的，就是你跟人沟通讲话的声音都是非常小声。请问需要牛肉饭还是鸡肉面？教练再大声问一次。请问需要牛肉饭还是鸡肉面？再更大声问一次。先生，请问需要牛肉饭还是鸡肉面？超大声问一次。先生，牛肉饭还是鸡肉面？所以我觉得基本上，L900
它虽然没有降噪的，就是它没有降噪的功能，那所以你在不播放音乐的时候，你跟人讲话听一些周遭环境的声音是非常适合的。所以它那个对话感应切断音乐播放的功能，我觉得你一定要打开。而且这个灵敏度啊，我建议你要调到高，然后秒数我建议调5秒就好，因为你在持续讲话的时候，其实它还是会侦测到你的动作，那侦测到你的动作就是你讲完话再过5秒，它会去做继续播放的动作。所以其实这个功能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打开哦。那接着呢，我们就要讲到它的听感的部分了啦。就是我家预设听感，就像我刚刚前面讲，太平什么意思？就是说它低音。因为在这种大家花钱，可能像我小时候我花钱花个3-4千块，哇，那个是可能是2年的压岁钱的。就是那我当然想要跟我平常耳机不一样的感受啦。那一开始大家听的时候，你听耳机，你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就是低音。所以这款耳机它预设的低音，我觉得给太少，对大家的那种好耳机的一个期待会落空。所以在它的一个音色调整模式里面，我们进到它的 APP。我刚刚没有讲说，其实 Sony 他们这个耳机系列，它都有做一个这个 Sony 的 Headphone 的 App。那这个 Headphone App 基本上可以做一些细节的调整啊，但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音色 EQ 的调整。我们进到这个 L900它的音色调整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它有算是5段的 EQ。那在之前，其实耳机系列里面，我都有跟大家讲说一个耳机的 EQ 要怎么去做调整哦。我们看到400赫兹、1000赫兹、2.5K、6.3K、16K 赫兹。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首先要确定人声的感觉、远近啊，整个人声的那种在整个音乐里面的比例。所以你先从 1K 去做调整会是比较好的。然后这边都建议大家你在调整音色的时候，一定要把每一个频段单独调整。你先把它拉到最高。就是正10，再拉到负10，去听听看它的这个 EQ 的变化，在你的耳机里面是什么样的音色的呈现。那我这边我提供2组音色，那我跟大家讲一下2组音色的差异。就是我们先来做第一组的调整哦。第一组的话，我 1K 我会调到就是正6的位置，然后我会先从 1K 开始调，然后决定 1K 算是人声整个那种音乐里面的比例。那接着我会去调 2.5K、6.3K 跟 16K， 基本上它算是一个人声的尖锐程度的，或者是锐利程度啊、气音、齿音的一些加强。但我觉得你这边你要用一些那种高频的敲击声，假如说鼓的金属敲击声，或者是那种类似拍手的声音，你可以听到比较有明显的变化。但是这款 L900 的话，我 2.5K 我反而会调到负3，因为我觉得它 2.5K 这个频段，如果你开太高的话，声音听起来是有点干扁的。好，那接着你在 6.3K 的部分呢，我是调到正6，然后 16K 是调到正2，这边就算是这2个频段，我就觉得这比较像是修饰它的一些，就我们刚刚讲齿音的那种锐利度，就是你这2个频段，我觉得就是你们可以玩玩看。然后呢，接着呢，我会回到这个底下，它有一个，其实它算是6段的 EQ 啦，就底下有一个 bass 的部分。这个 bass 我建议你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调到正8、正9、正10啦，就是看个人的感觉。但正8我是觉得比较干净，然后亮感又比较足够。就它预设的0啊，真的是太平了，所以就我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人会说它低音不够，因为我自己刚开始听，我也觉得，就是以一款消费型的耳机啊。我觉得消费型的耳机，尤其是这种3-4千块、5-6千块的价位的产品是这样，你声音真的要抓耳朵，就是要比较刺激一点，要不然就是因为你单体本身可能细节或什么没办法做到像2-3万的那种耳机，就是一听就就算它没有一些低音很强劲或高音很锐利的感觉，但它听起来就是自然、舒服、通透。但是如果是比较入门的那种价位的耳机，我就觉得它声音要有特色一点啦，这样子比较能够吸引人去做这个购买。所以低音的部分建议大家开到正8，然后接着我会回到400赫兹去调整一个，因为刚刚那个底下那个 bass 啊，它是决定那个低音的整个亮感嘛，就是像一些节奏大鼓的亮感。但是如果400赫兹的话，它会决定一些 bass， 甚至它会包含到一些男生人，就是女生那种人声的厚度。那这边的话，我会把这个400赫兹开到正8，就是它会影响人声整个那种厚度的呈现，所以
就这边你同时你要听低音 bass， 你也要听人声去做这个频段的400赫兹的调整。好，那音色2呢，其实我就直接给参数直接上在荧幕上给大家看的。那简单来讲就是说，我在 EK 的部分呢，会跟我的第一组音效来讲，会给的比较多。那就是它的音色会是更刺激的。第一组音色我 EK 其实没有给那么多了。那我音色2，第二组音色的话，我的 EK 的频段给的比较多的话，它整体听起来就是会更算是穿透力更强一点。你可以想到更刺激一点的音色。然后我在 16K 的部分也有去做一个算是再加强，所以它整体听起来会更刺激，比起这个我第一组分享的音色来讲是更刺激的。那我觉得哪种音色比较好，就大家还是要玩玩看。但简单来讲，我觉得 L900 你一定要调一下，你不调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很多人对于它的音色是不满意的。好，那讲完了这个音色的调整呢，接着我再讲一下使用的感受。基本上它的续航的话，因为我有做一些测试啦，那这边大家可以看我测试的一些图片，就是我就直接把它开着播放，然后时间到我就截一下图。基本上它的电池仓，官方的数据讲说它的耳机续航是 5.5 小时，再加上它的电池仓总共是17小时的续航吧。但是我觉得以我来讲，我使用YouTube 或 Tidal 播音乐的时候，然后我会开启它这个 DS11 的功能。哦，忘记跟大家讲，Sony 它这款耳机有一个叫做升频的功能，叫 DS11， 这是他们 Sony 家的一个算是特别的技术。他就说，今天你听 MP3 的音乐，它会把你就是直接升级成CD 等级的音质，你就理解成你在看那个第4台很烂的画质，它把你升级成 Netflix 的 4K 画质，可以做这么一个想象的。当然，实际的效果是怎么样，就是大家要去体验一下。那我在用的时候，我有把 DS11 的功能打开，我会开等化器，那我也开这个对话，就是感应暂停音乐的功能，所以其实是比较耗电的。我使用下来讲，我的感觉是充饱电 100%， 可能也许用个你抓个4小时是差不多的哦。那然后它的充电的一次你大概需要 35% 到 40% 的一个这个电容量，所以呢，我这么讲就是说，你简单这样想，就是它的电池仓呢，大概可以给它充3次，那一次呢可以用将近4个小时，所以的确你这样使用上来讲，就是4次的话16小时，是跟官方讲的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你用这个耳机的时候，我相信大家用这种就跟你用手机一样，我手机充饱电可以用1天，但是我不会每天我都回家我就是充电，我有时候我就是你知道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子，你不会随时随地都是在有可以充电，或者你都想去充电它，或者你都记得要去充电它。所以你看，你一次充饱电100%，你用4个小时，假设你只有一半的电量，那你就只能用2个小时了。然后2个小时，其实假如说你去运个动，去跑个步，有时候你就会想说，那这个2个小时，你知道有时候东西用起来就是这样，你用2个小时，你跑步，你跑到就是你也许你要跑到2小时又10分钟，但你在跑到第2个小时的时候，音乐停了，哇，那个感觉就是。你就会一提心吊胆说他是不是要没电了，他没电了这样子。但是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它的充电是蛮快，基本上它的电池仓，你把耳机放到它的电池仓啊，充满电的就是我记得只要半小时多吧，它就充满电了。就是我一样有截图给大家看，它的整个充满电就只要半小时多，所以其实它是真的有快充啦，然后它的整个充电效率也算高，只是说我觉得，续航方面如果再长一点点，就是5-6个小时的话，6个小时、6-7个小时，那自然是更好的。我觉得电池仓的容量也许可以小一点，让耳机的这个整个充电的，就是它的时间呢，就是耳机的单支容量再大一点。但也许像它这样整个外壳，整个就要重新设计了，就是我觉得这种。就真的是要看整个晶片的技术啦，或者是蓝牙技术的进步这样子。因为以前蓝牙耳机都又耗电又没有那么好听，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蓝牙耳机基本上已经是进步的非常可怕了这样子。好，所以这期呢，其实就是我对于这个
WF-L900的一个开箱。那总结起来，我觉得它适合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戴耳机的感受是这样，尤其是这种耳塞式耳机或者这种，就是如果你今天你是在户外运动或走路什么的，其实我都不建议大家戴那种入耳式的耳机、耳塞式，就隔音太好的耳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种你要在外面走动啊，你随时有可能，假如说我不是讲说诅咒大家说你随时可能有意外，但是我觉得你在那种户外场合，你更应该是注意周遭的环境，而不是说去听音乐。就你隔音太好，有时候我看到有人走在马路上戴那个 Sony 的 1000XM5 耳罩，我就觉得哇，听音乐是蛮舒服的啊，但是不觉得很危险吗？假如有人骑 U-Bike 或什么要朝向你要撞到了，他按你没听到。那 L900 的话，基本上它很适合，就是你走在路上，那你不播音乐，你也听得到环境的声音。你不像那个 1000XM5 或者是 1000XM4 的耳塞，你不播音乐，它一样还是跟你隔音隔得很棒。就隔音很棒，我觉得有时候是优点，有时候反而是缺点。所以我基本上，假如说我在办公室使用的时候听音乐，然后有人跟我讲话，当然如果你在播音乐的时候，其实音乐播很大声，你也是听不到人家跟你讲话。但是假如说你要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一讲话，他音乐一暂停，其实你马上就进入到一个正常的生活的状态，就是很舒服的一个佩戴感。就是它佩戴感，我觉得大家跟耳塞比较一下啦，因为耳塞式的话，就它会有个异物感，加上耳朵不通风嘛，耳朵不通风就是看你喜不喜欢这种感受。那有些人就是想要很强劲的低音，那自然没办法，他就要选择耳塞式的耳机。但是 L900 的话，它这个舒适的佩戴感，我觉得就是它的音色非常的通透，很自然。然后它跟耳塞式的那种有点，就是你听久了耳塞式，它会有点闷闷的感觉，就是身体的体验。那音色来讲，我觉得就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啦，然后去体验一下说这个产品，然后记得声音一定要先调一下，然后再去听，因为你没调过，也许你真的不会买它。但是你调过之后，我觉得那个是另外一个世界。好啦，这次讲的有点长，是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那下一次的话，就是会直接开箱这个 LS 900N，然后如果有机会 1000XM5 出来的话，也会帮大家做一个这个 XM4 跟 SM5 的一个深度的对比哦。好，那这次节目就到这边。我是 Alan， 有任何想看的、想听的，都可以在我们 YouTube 底下留言哦。那就是大家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那我是 Alan，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